你说你，咱们今天是来给江医生送温暖的，你喝成这样算怎么回事啊？你别碰我，你谁啊？小心点。车呢？车呢？注意点，有车。小帅哥，你是谁啊？我警告你啊，别对我有什么非分之想，否则我就对你不客气。我以前怎么没发现你长得这么好看？你干嘛？怎么，只准你占我便宜，不允许我反击啊？小曲，你明明知道我喜欢你不是一天两天了，我在你心里到底能不能转正？你今天必须给我一个说法。什么说法？去，我要你做我女朋友。I will be the light that guides you time and time again. Anger, doubts come flooding in. You ask me where I have been. Why did I wait so late? Oh, couldn't I have changed this fate? But little one reach out to me in faith. 这也太疯狂了吧！哎，江医生，你说他们俩明天会不会？你怎么了？你是不是不舒服啊？你是不是药物副作用显现了？要不要去医院啊？离我远点，就是对我最大的帮助。我不送你了，路上注意安全。金天才，你凭什么这么自私啊？你凭什么觉得你替我挨下那一场之后，我会对你不管不顾？况且结果还没有出呢，你不一定会有事的。我只是不希望我们在冲动之下做出什么不可挽回的决定。请路过我的世界吧，是明是暗，是为你种的花。你觉得就凭你现在的状态，还能给唐医生吗？我们俩的事儿，还轮不到你来插手。江天才，你就这么有把握，自己不会成为唐毅的累赘？偷偷拆穿我牵挂，如果相爱有时差，能否陪我闭着眼说谎话？如果想念会说话，让它代替我说到嘶哑。你不爱我，不要你亲口说。光阴抚摸过时间，太阳闪耀如江医生不接我电话，也不让我进门，他不会出什么事了吧？闭上你的乌鸦嘴，该做的都做了，我们现在也只能安心等结果。轻手撕碎的已经翻篇，
吉人自有天相。如果想念会说话，偷偷拆穿我牵挂。如果相爱有时差，能否陪我闭着眼说谎话？如果想念会说话，让它代替我说到嘶哑。你不爱我，我要你亲口说。你不爱我，我要你。5岁患儿，乳牙深龋合并多生芽拔除，家长强烈反对全麻。之前在外院尝试过笑气镇静和束缚治疗，可孩子一躺上牙椅就哭到缺氧，局麻操作4次全以失败告终，几经辗转来到我们院做行为引导治疗。他这个牙呀，再拖下去，我怕激发感染。这孩子的家长之前总觉得乳牙坏了没事儿，反正以后还要换恒牙。可你看看，这土地上的苗都坏成这样了，以后树还怎么长？非要等到问题严重了才开始着急上火。要不怎么说我们做医生的重任在肩呢？上周我哄那个自闭症患儿补牙，模拟成猪猪侠打怪兽，他主动张嘴配合了我半个多小时。那这孩子喜欢宇航员，不然我们就把手机包装成救援小飞船的样子，然后他每完成一个任务，我们就给他一个小勋章。他要是有这么好对付的话，我哪还用得着请你们过来帮我支招啊？局麻4次都没成功，那就说明患者已经本能的对治疗产生了恐惧。常规的引导大概率是没有办法行得通。6颗乳牙深龋，4颗复杂多生牙，关键这牙的位置还都靠近神经，稍有不慎就会造成不可逆损伤。就这孩子现在的配合状况，我觉得还是得说服家长试试全麻，毕竟这是最快最省心的办法。全麻下一次性处理，他这种情况至少得3个小时打底。但如果咱们分4期治疗，第1期只做左上颌2颗。你到底有没有听我在说呀？他现在根本不是分几期治疗的问题，而是这个孩子现在根本躺不到牙椅上。他现在呀，一看到我们这些穿白大褂的，就开始哇哇哇哇在那哭。我试过的方法多了去了，全都没有用。那就不穿白大褂，穿宇航服，再找个人陪他一起治疗，让他觉得我们是同一个战壕的队友。哎，你这个方法好。胡闹吗？这不是，一天天患者这么多，如果都玩 cosplay 的话，干脆就别干医生了，开幼儿园多好啊。说的没错。妈呀，情人节咋来了？医学讲究的是效率，而不是把时间浪费在这种没有意义的角色扮演上。去年我在莱恩接触过同类型的病例，局麻条件下完成率只有9.1%，其中7列患儿因剧烈挣扎造成了舌体贯穿伤，而全麻下的一次性根治，低龄患儿治愈率高达97%。我不相信，任何一个妈妈看完这些数据之后，依然能拒绝全麻。唐医生，你的方法也过于天真了吧？你这是给大家介绍一下，这位林菲尔，麻醉科新上任的副主任。百物养生，莫先口齿。口腔健康是维持生命活力的重要保障，多吃含钙、磷丰富的食物，坚持每日叩齿按摩牙龈，可有效防止牙周疾病的发生哦。你这给大家介绍一下，这位林菲尔，麻醉科新上任的副主任，以后大家就是一家人了，大家欢迎。这个病例我在来之前已经做过详细的研究了，我认为目前全麻方案是最高效的方案，而且我也有信心可以说服家属接受。林医生，医学不只讲求效率，更要面对的是人。你有真正了解过为什么患者家属这么抵触全麻吗？无非就是担心全麻对患者智力的影响，
但那也只是全麻治疗，术前禁食8小时，禁水4小时，术后就算是在完全清醒的状况下，也要2小时后才能禁食禁水。即便如此，也无法排除术中术后可能产生的意外。所以在患者家属看来，哪怕只有千万分之一的可能性落到他们自己孩子头上，那就是100%的灾难。患者的父母不在身边，外公外婆根本就无法承受未知的风险，所以他们寻求一个更加稳妥的方案。我们既然有时间也有能力做到这一点，为什么要站在他们的对立面呢？你一个人的理想主义能代表所有人吗？那如果以后遇到成千上万这种病例，你让所有的医生都要为了去满足家属不科学的期望而放弃最优解吗？患者有情感也有需求，我们更应该考虑他们的长久身心健康。他们这一次可以笑着从我们这里走出去，那下一次他们可能对医院就不会感到恐惧，这才是我们应该做的。不然他们为什么辗转那么多地方，最后选择我们，不是吗？江医生，你觉得呢？江医生，你没事了，江医生。阴性是阴性，我就说你是福大命大，会没事的。江医生没事，阴性。让大家担心了。回来就好。妈呀，大型修罗现场呀！这个病例啊，全麻有全麻的好处，引导有引导的价值。我们能做的，就是给出最专业的建议，以及最有效的治疗方案。既然林医生和唐医生谁也说服不了谁，那我们就把这个选择权交给家属嘛，多大点事儿啊，是不是？散了啊！哎，走。听曾院的。你这么做有意思吗？我不过是和唐医生进行正常的学术探讨，我做错了吗？而且你知道，我说的是对的。怎么，就算分手了，我连做你同事的资格都没有了吗？干嘛闷闷不乐的？家属不都认可你的方案了吗？你说的对，男人没有一个好东西。经过这些时间的相处，我还以为他对我有那么一点不一样，结果呢？你看他今天看林菲儿那眼神，分明还带着一点旧情未了的余温，渣男！哎呀，这林菲儿她就是个典型的学术机器，只会用冷冰冰的数据说话。她哪有你好是吧？漂亮、温柔又善解人意啊！我说实话，这江天才要真跟他旧情复燃，这不天打雷劈都对不起我交的智商税，是吧？丹尼尔，28天，我如果今天没有来，你是不是永远都不打算告诉我这段时间发生的事啊？哎，我去！你，哎，唐一，江天才，你敢说你一点动摇都没有吗？你真的对我一点感情都没有了吗？他不过是你走投无路时的退而求其次，是一个永远都不可能被你爸认可的存在。你清醒一点好不好？给自己留点尊严。你，江天才！让宇航员姐姐看看，到底是哪个小朋友这么不乖呀？张木木小朋友，听说你以后的愿望是当宇航员，你的外婆特意让我们过来帮你实现梦想，
你看，今天还带了你的小队友过来，想不想和姐姐一起执行任务啊？想。哎呀，可是当宇航员有很多检查呢，如果检查合格才能当宇航员呢。来，姐姐看看，张大嘴巴。哎呀，这里面可有很多小怪兽呢。不怕啊，我们去当宇航员，可以吗？我们去当宇航员，我们去打怪兽。我早就说过嘛，这个办法根本行不通。医院就应该有医院的样子，看看现在乌烟瘴气的。简直就是跳梁小丑。林医生觉得医院应该是什么样子？所有的医生都应该穿着白大褂，拿着数据高高在上，对患者和家属的诉求置若罔闻吗？陈医生好像对唐医生很是用心呢。作为同事呢，我给你个建议，喜欢呢就大胆去追。千万别等到让别人捷足先登了，后悔莫及哦。林医生这么善解人意，我很好奇，当初江医生怎么舍得分手啊？陈医生有时间八卦别人的事情，不如多读读书，看看报，提升一下自己的业务水平。你那台唇腭裂修复手术还有进步的空间。你技术倒是好，可也得有机会施展啊！成天哄完老的哄小的，当心落于人后。哇，看来我们的小妹妹比木木要勇敢啊！那我们只能选一位宇航员去执行任务，怎么办呢？对哦，怎么办呢？哦，木木真棒！哥哥，你能不能轻一点？我嘴巴里的猪猪侠很乖的。我说怎么打小怪兽，他没反应呢。原来我们是没搞清楚他嘴里栖息的正反派啊！放心，木木，裴喜哥哥可是世界上最帅、最温柔的太空医生。来，木木，咱们俩把眼睛眯起来，张开小嘴巴，然后跟哥哥一起上外太空，好不好？哎，木木对哦，真棒！很好，很好。我跟你说啊，以前七月姐姐的嘴巴里哎呦，全都是小猪佩奇呢。但现在她成了宇航员，可以带小猪佩奇一起上月球啦！对，嘴巴张开，来，出发喽！上月球喽！听爸爸糟糕的我吧，又烂在回忆里。江天才，你忘了我？你曾经也是这样看着我。随便是泪还是雨吧，请路过我的世界吧。是明是暗是为你种的花。我其实想问一个问题。什么问题啊？就是这个复合麻醉，老师他讲的是先后。看你刚才上课就没有认真。如果想念会说话，偷偷拆穿我牵挂。
孩子乳牙迟早会换，得了龋齿不治也没关系。当然不可以。龋齿不仅会影响孩子的咀嚼功能和营养吸收，还可能导致恒牙的异常发育，影响面部美观。所以应每3到6个月带孩子去专业的口腔医院进行检查，为孩子的口腔健康保驾护航。这风太大了。没事吧？没事。来，快进，来快。哎，小梁，别装！你是不是男人啊？你这球都接不住。姐，我不行了，我真的不行了，你就饶了我吧，咱们就认输一次吧。不可能，我乔七月的字典里就没有输这一个字。曾月好不容易大发慈悲放我们团建一次，你干嘛那么偏要我的姑奶奶？起，快点！陈秋，准备啊！准备。他怎么来了？我不知道。本来不就是团建吗？怎么不欢迎我加入啊？你们继续玩，我们走。哦。黑姐，过来。啊。哦。哎呀，别生气，快喝一个，来降降暑。有什么好看的？看什么看？我错了，七月，不看了。来，干杯，干杯。Daniel， 看来江医生也有不擅长的领域啊。没事吧？没事吧？没事。刚刚是失误，再来一次。你行不行啊？再来。这要打起来了。这么激烈？再来一次。啊！哎，你俩。哎，老实待着，多好的机会，人家一会儿有的是人关心。坐下。啊，没事吧？没事。没事吧？没事，继续。于小浪，
事儿，我去那边休息一下。我扶你过去。走吧。小心。这疼吗？真的。这样。有点肿了，我去拿药箱，你等会儿。没事。老板为什么今天这么说你啊？我都不想说了，我那个老板啊，他天天让我改方案。谢谢啊。我那个 PPT 改了又改，加班好几天了。哎呦，这好不容易啊，我才能出来放松放松。哎，再久点了。少喝点，别又喝多了。我知道，我是空降来的，你们都不喜欢我。不过没关系，我不介意，真的。相反，我今天特别的高兴，因为今天是我和丹鸟相识的5475天。5475天，整整15年啊！你们说，人生能有几个15年？丹鸟，这杯我敬你，谢谢你，给了林菲儿人生中最美好的时光。你喝多了，别喝了。我就知道你还是关心我的。你这个人就是嘴硬。唐医生，这杯我敬你。赵木木那个案例，你确实让我长了见识。我干了，你随意。我替他喝。我们吃饱了，我们先走，你们继续吃啊。吃好喝好，拜拜。乔旭，回来。既然林医生这么诚恳了，那这杯我自己喝。这一杯我敬七月和裴喜。如果不是你们，这个手术也不会这么顺利。来，哎，算了，你不用喝酒，别喝了。这一杯我敬我师哥，感谢你这么多年对我的照顾。如果不是你，我可能不会这么顺利的走到现在。如果你不嫌弃，我永远是你最亲的师妹。这一杯，我衷心的祝福二位，能够早日解开误会。
破镜重圆。雨水交代有我下，随便是泪还是雨吧。请路过我的世界吧，是明是暗是为你种的花，纸笔为你用写下，书信很短，可思念很长。如果想念会说话，偷偷拆穿我牵挂。如果想吃完甜食立刻刷牙，牙齿就不会长蛀牙了吗？当然不是。我们口腔中呢有许多细菌，它们会分解糖分，并且会产生大量的酸性物质，导致牙关变软。如果在此时此刻我们立马刷牙，反而会导致牙齿受损。所以在吃完甜食之后，一定要记得留给牙齿半个小时的修复时间，然后再轻轻刷牙哦。干什么呀？那么多人呢，刚才。江天才，你是不是疯了呀？是，我是疯了。我过去30多年从来没有像今天这么疯过。你知道阻断药最严重的副作用是什么吗？不是头晕、恶心、发烧、起疹子，而是我整晚都梦到你在我的厨房做饭的样子。所以根本就不会有什么破镜重圆。我要你清清楚楚的知道，我喜欢的是你，唐一。妈宝糟糕的无法，又烂在回忆里碎了。雨水交代有我下，随便是泪还是雨吧。谁呀？这是？你认识吗？没见过这个老师啊。张兆和，国内唯一一个连续3届荣获金刀奖特别贡献奖的心外领域权威教授。心外的专家，他来我们这儿干嘛？儿子，要是工作累了，咱回家，让你妈给你做你最爱吃的红烧肉，咱爷俩还能下下棋。你儿子小春可想你了，整天都要找你。行了，别念叨了，松开。儿子还要忙呢。哦，我怎么没想到呢？难怪人家江医生年纪轻轻就这么优秀，人家是天生基因就好啊。江医生的爸爸有个好爹，所以不用付出什么努力，就能轻而易举地获得一切，确实值得羡慕。您来这干嘛的？我要是不来，怎么能看到你在这儿给别人当儿子？
那是因为你父亲当的不合格，否则儿子也不用跟别人父慈子孝。天才啊，从小到大，我为你付出了多少，你心里清楚。我也知道，你是因为你奶奶怨我恨我，我也不跟你计较。但你现在是个成年人了，不能一次次的自毁前途。付出？你说的付出，是把7岁的我生给体弱多病的奶奶，出去深造，一走就是5年，还是说你好容易回来一趟见我，只关心我有没有按照你规划的道路去走，也根本不在乎我想要的是什么？我只不过是高考的时候没有按照你的期望去学新闻，你就觉得我是自毁前途？那我要是现在决定，我就待在这个医院，我做一辈子的牙医，你岂不是觉得后继无人了？所以这就是你报复我的方式，把天才外科医生的手用来做这些事。这些事情怎么了？这些事情不比你在手术台上勾心斗角强吗？当年你奶奶在病床上抓着我的手说：“别让你走我的老路。”现在看来，她确实是多虑了。你没资格提他。江兆和3个字，在我这儿，跟陌生人没有什么区别。不是你那些所谓的追求，奶奶就不会那么早离开。追求？我的追求是让国内的医疗技术提前5年和国际接轨，你知道吗？我问心无愧。你呢？你追求的又是什么？我的追求是什么？你这一辈子都不会明白。天才，不好意思啊，我不知道有人，我先走了。唐毅，正好，给你介绍一下，这是我女朋友，唐毅。你不是说手术很成功吗？为什么人就没了？为什么？唐毅，站住！杨天才，我告诉你，能够站在你身边的只有林菲儿，你们门当户对，知根知底，她是最适合你的人。孩子牙裂不齐不用管，等到换牙就好了，这是非常错误的观念。孩子牙裂不齐，不仅会影响孩子的面部美观，还可能导致咀嚼功能下降，影响消化吸收，甚至会对孩子的心理健康产生负面的影响。家长应对孩子牙裂不齐给予足够的重视，并及时的寻求正畸医生的帮助。
下了手术台。没过多久，他就大出血，抢救无效。我永远都忘不了我妈在病床上痛苦的样子。这一切都是拜你爸所赐。二尖瓣中度狭窄，主动脉瓣中度狭窄，半中度反流，合并房颤。他妈妈那个时候才47岁，根本没有办法接受终身抗凝。卡门的手术是唯一能够最大限度提高患者生存质量的方案。我一度以为是手术过程中出了什么问题，但他作为主治医师，他从头到尾他站出来说过一句话吗？他没有。那场手术我整整做了5个小时，所有的细节我都记得清清楚楚，术中术后的所有指标都在可控范围以内。就算是他妈妈今天本人站在这里质问我，我也是这样的答案。我没有失误，我没有任何失误。他术前有严重的口腔问题，每次会诊，我都在一遍一遍地提醒你，他的这个问题很有可能造成术后感染。可你呢？你为了这个案例能赶上你的专科评选，你选择了视而不见。你以为这是我想见到的结果吗？这也不是我想见到的结果。是人就会有意外。你一辈子都在追求完美的手术成功率。知道当年我为什么离开平津吗？因为那场手术之后，我彻底看清了你。你太偏执了。只要他再多等几个月，只要等到他的牙周炎完全好了之后，就可以接受手术。可是是你爸告诉我妈，手术后感染的几率微乎其微，就是这微乎其微的概率，他要了我妈的命。我恨透了你爸，我恨了他10年，但是我更加恨我自己。我为什么没有说服我妈再等一等啊？等？他的情况能等吗？哎，你倒是知道他的情况的呀，每拖1天就多1分危险呢。你不用再解释了。你可以指责我自私偏执，指责我医术不精，但我绝不允许任何人质疑我的职业操守。我江昭和为人处事光明磊落，不像你故意把那个女孩子安排在我儿子身边，你安的什么心呢？这就是命啊！我告诉你，你休想让我儿子留在你这里。你这样的怪胎！哎，菲儿，江伯伯，您怎么在这儿啊？为什么我只要一闭上眼睛，我就能想到我妈，想到我妈躺在救命，那种情况，你根本就不会懂。唐毅，深呼吸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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不是遇到自己，我
说走出来。他告诉我，仇恨和懊悔不应该占据我整个人生。虽然无法改变，但是，当我和我妈求医无门的时候，唯一给了我们希望的人，也是你吧。我妈，好想见过。妈，妈，妈！请如果我的世界化，是明是暗，是为你种的花，执笔为你又写下。书信很短，可思念很长。如果想念会说话，偷偷拆穿我牵挂。如果相爱有时差，能否陪我闭着眼说谎话？如果想念会说话，让它代替我说到嘶哑。你不爱我，我要你亲口说。光阴抚摸过时间，太阳闪耀如从前，以为抓得住一切。我和过去面对面，经受撕碎的已经翻篇，要怎么重写？如果想念会说话，偷偷拆穿我牵挂。如果相爱有时差，能否陪我闭着眼说谎话？如果想念会说话，让它代替我说到嘶哑。你不爱我，我要你亲口说。你不爱我。唐医生，你觉得你真的了解丹宁吗？你只知道10年前你失去了母亲，但你知道那晚她经历了什么吗？一手把她带大的奶奶病危，而她的爸爸正站在你妈妈的手术台上，因为你们，江伯伯错过了救治他母亲的最佳时机。
事情已经发生了，再怎么样也回不到过去。阿姨的在天之灵，一定也不希望看到你现在这个样子。Daniel， 我不认为我告诉他实情有什么错。如果你们现在连坦诚相待都做不到的话，那将来的路只会是越走越窄。我是不是还得谢谢你？你为了你那可怜的虚荣心，还有占有欲，到底还要不择手段到什么时候才肯罢休？我在你心里就这么不堪吗？是，我是不甘心。我们两个从17岁就认识了，读书、考试、毕业、工作，你人生的哪个阶段不是我陪着你的？就那么一次，就10年前我任性了那么一回，你就要抹杀掉我们15年的情谊吗？你在国外那么多年，有梦到过奶奶吗？哪怕只是一次。一个把你当成亲孙女来疼爱的人，刚刚闭上双眼与世长辞，你却为了你所谓的机会、所谓的前途，毫不犹豫地转身就走，甚至没有想过要送他最后一程。林菲儿，承认吧，你和江兆和本质上是同一类人。我对奶奶的感情不比你少，但是我相信，换作是你，你也不会为了儿女情长放弃自己的前途的，对吗？里昂第一大学，头面颈外科专项进修机会，我向拜迪教授推荐了你，他已经同意了。只要你愿意，你月底就可以飞去法国。拜迪教授是整个欧洲头面颈外科协会的主席，3年只收1个徒弟。你知道这是多少人梦寐以求的机会？你不要告诉我你不心动。机会我会自己去争取，但不是现在。拜迪教授已经年近70，你错过这次，不知道得多久才有这样的机会。江天才啊，你的抱负呢？你以前的理想呢？你就真的一辈子愿意待在这个地方，给人修牙、补洞、虚度时光吗？我希望你自己考虑清楚。你跟江医生就这么结束了？你烦不烦啊？人家现在心里乱得很，你别在这添堵。哎，赶紧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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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走了。哎呀，你别听林菲儿在那挑拨离间，那感情的事儿还不得你们俩自己说了算？只要你们俩自己觉得值得，那你管别人说啥呢？是吧？要是这么容易就好了，我们之间的这个结，恐怕这辈子都解不开了。大夫，大夫，疼死我了，大夫！快看看我智齿，大夫！快看看我这智齿，可疼死我了！赶紧给我拔了吧！您这是喝了多少酒啊？酒后我们不建议拔牙。
不介意拔牙，不介意拔牙，我怎么跟我兄弟们喝酒啊？快，赶紧的，赶紧给我拔了，一会儿我兄弟们都等着我下馆子呢。哎，先生啊，酒精会干扰凝血功能，影响术后恢复和麻醉效果的。您今天说什么，我也不能给您拔，我就先给您检查一下，好吧？嗯。来，张嘴。啊。哎呀，您这颗智齿的位置还有点刁钻，有点难拔呢。这样吧，我先给您止疼处理一下。您回去之后呢，24小时。先生，太医，先生，先生，来人呐！先生怎么样了？快来人呐！快120，快！怀疑食管静脉破裂，慢点啊！打120，快！小心！太医怎么样了？你怎么了？药，什么药啊？在哪儿啊？药，什么药啊？唐一，怎么样？吸引器，去拿吸引器，快！这个，他怎么了？没事了，没事了。唐一。不可能分手，这辈子都别想。太阳闪耀如从前，以为抓得住一切。我和过去面对面，经受撕碎的已经翻篇，要怎么重写？如果想念会说话，偷偷拆穿我牵挂。如果相爱有时差，能否陪我闭着眼说谎话？如果想念会说话，让它代替我说到嘶哑。你不爱我，不要你。别动，让我再抱会儿。谢谢你，江天才。谢谢你出现在我的生命里。谢谢你一次又一次，毫不犹豫的救了我。你记住，我不是江兆和，你也不是你妈妈。我不管之前发生过什么，但从现在开始，
你不再是一个人。既然你之前把我从黑暗中拉了出来，我就不会再抛弃你。那江医生，以后请多多指教。不分靠近，这是属于你我的秘密。哎，咱们科室副主任人选迟迟没定，曾院是不是在考虑江医生啊？论资历、论能力，排也该排到陈医生了吧？他可是曾院的嫡传弟子。曾院要真有这个想法的话，早就公布人选了。你看这都过了多久了，一点动静都没有。曾院明着把江医生贬到了综合科，其实暗地里确实在培养他，准备让他后来人居上。你不应该没考虑过，还有面神经损伤的可能吗？你俩换位，手术继续。这明明就是陈医生先想出来的方案。陈医生，江天才，这都是你逼我的。江医生，都有照片，他打人啊！哎，你看，是不是就是他？是，就是他。谈恋爱就谈这种能和孩子打成一片的男医生最好。上班呢，别这么腻歪。平均医院因殴打患者而被开除的那位无良医生江某，竟然摇身一变，成了东南沿海某口腔医院炙手可热的青年才俊。是他，就是他，以德败坏，无良医生，你们干什么呀？就是他，找到吧！智齿是氟牙，能不拔就不拔，可千万别被骗了。智齿区蛀牙反复肿痛，刷牙时总卡食物残渣，萌生一半停滞，过度萌发伸长，或造成邻牙病变。如遇到以上几种情况，请及时拔，切勿因小失大哦。你不要跟我解释那么多，我又不懂你们牙医那些专业术语，弯弯绕绕的。我当时的诉求很明确，就是装假牙做修复。哎，可是你们这个姓江的医生啊，他就是利益熏心，他非得让我做什么来着？上颌牙槽骨植骨手术，先给放一个人工骨，等条件成熟了再做一个种植牙手术。哎，大家伙听听啊，这都什么跟什么嘛？哎，我已经问过我的医生朋友了，人家说这种手术啊风险极高，恢复周期还长，关键是这个费用贵的是一塌糊涂啊！哎呦，你们看你们啊，就是为了挣钱，根本就不管我们老百姓的死活啊！不管我们死活了，就是啊！我当时解释得很清楚，种植牙和活动义齿两种方案各有利弊，您是在充分了解了利弊之后自行选择的种植牙方案，并且
签署了知情同意书，我所有的诊疗疗程都是合法合规的。干呀！你少给我来这一套！什么合法合规啊？啊！我当时就是让你们给忽悠了，要不是看新闻，我还真以为你是一个救死扶伤的大善人呢。怎么你们医院连这种无良医生都敢收啊？啊！那我们以后还怎么敢放心的在这看病啊？啊！今天必须给我一个说法，不然你们谁都别想走！哎，谁都别想走！大家不要吵！江医生怎么可能是殴打患者家属那种人？这里面一定有什么误会。好好说啊！我们老百姓会不会是有人故意抹黑啊？大家先冷静一下，好吧？这也太缺德了！一定给大家一个解决方案。好，姐，你二哥不是在平津投了几家新媒体公司吗？能不能帮个忙，去查一下有没有原始视频？我一定会给大家一个满意的答复。行，我去查查。大家先回去啊。那泽远，你可得说到做到啊！必须得给我们一个交代。我们一定要争取自己权益的，不能被他们欺负。今天这事没完，我跟你说，我还不如干别的也是。只有我一个人相信你没用，工作先停一停吧。放心，这件事情院里一定会调查清楚。只要我们大家都能做到问心无愧，我就不会让任何人受委屈。记住了，大男人要能屈能伸。别担心，真相一定会水落石出的。如果在那件事情发生之前，我就遇见了你，善后你用你那套胡编乱造的心理学给我剖析的一干二净，也许这一切都不会发生。我那哪是胡编乱造啊，明明就是真才实学。不过那个时候，你不会就对我图谋不轨了吧？到底是谁对谁图谋不轨？敢聊不敢认啊？我哪有不敢认啊？我那是……你来干什么？怎么，不打算请我进去？女朋友管得严，不方便。干嘛来我头上啊？你们聊，我出去买点东西。真是可笑啊！我自诩是这个世界上最了解你的人，但是我万万没想到，你居然会喜欢上他这一款。如果你是来找不痛快的，你也看到了，请你离开吧。我来只是想告诉你，我虽然不相信网上那些无稽之谈，但我也不会放任你变成现在这个样子。丹娘，只要你肯去到里昂，你就可以摆脱这一切。换个环境，不会有任何人知道以前发生的事情的，你依然可以重新做你自己。我跟你说过了，我不会去的，你死了这条心吧。你是不是疯了？你知不知道，你只要完成了进修，你回国之后会拥有怎样一片天地啊？你能不能不要意气用事啊？我考虑得很清楚。为什么？就因为唐一？那我们这么多年的感情算什么？还是说，你从来就没有爱过我？爱？什么是爱？我以为我们之间
曾经也有过爱，直到你出国的那一刻，我才明白我们之间不过是合适，是习惯，是责任。我们之间从来就没有过男女之情。你不要告诉我你和唐一之间就有男女之情，你们才认识多久啊？啊，3个月，你就那么笃定你对他的感情不是一时冲动？他到底有什么呀？他不过就是一个要背景没背景、要家世没家世的底层小医生，他能给你什么？你看清楚，我们才是一个世界的人。在你的世界里边，医生是要往上爬，是可以不在乎患者姓甚名谁，是要权衡利弊，提高科研效率。但是在我的世界里，医生就从来只有一件事，那就是治病救人。我见到唐一的第一刻，我就知道。你的手，先消毒消毒。没事，先处理病人。我帮你吧。没事，先处理病人。好。请路过我的世界吧。他和我才是一个世界的人。江天才，你是不是忘了，到底是谁陪你在实验室里度过那些日日夜夜？可你知道我从来就不想迈进那个实验室吗？我一看见那些实验数据，我就头疼。是你一直一厢情愿的认为，你陪我做了那些实验，我就会很高兴。林菲儿，一直是你，自始至终是你拉我进了那个不属于我的世界。我们从来都不是一个世界的人。能否陪我闭着眼说谎话？如果想念会说话，让它代替你说到嘶哑。你不爱我，不要你亲口说。你不爱我，不要你。不好了，江医生，出事了！什么时候的事？1个小时之前，隔壁邻居送过来的，是七星河下间隙感染。都怪我，他最近没怎么来医院复查，我就应该去家里看看他。你现在还在停治中，你别担心，陈医生在里面呢。儿啊，爸对不住你，没看好小春，也没照顾好你妈，爸有罪啊，爸有罪，爸有罪。蒋阿姨那么好的人，有罪啊！怎么会？爸有罪啊！爸有罪啊！怎么样了？怎么样？跟阿姨告个别吧。老年人口腔疾病患病率高，发展速度快，自我修复能力弱。但是人老掉牙不是必然规律，只要口腔内还有牙齿在，就应该坚持早晚刷牙。如果发现口腔内有牙龈红肿、出血、口腔异味、牙齿松动等问题，就应该及时就医，积极治疗，否则轻者影响口腔功能，重者引起全身感染，影响生活质量。江大夫，谢谢你。
这段时间陪着我们2个老家伙过家家，很多错过的遗憾是没有办法弥补的。如果当年我也有机会和奶奶告别，我最放心不下的就是你。别跟你爸直气，好好相处，赶紧扯个家。奶奶才能安心啊。张大夫，你是一个好人。要是我儿子将来回来的话，替我转告他，我在厨房等他脚的竹子里给他留了他最爱吃的野雪菜。让他记得回家看他。不要！不要！奶奶！奶奶！奶奶！老伴儿啊，回家，跟我回家。大村小村还等着咱呢。我们想好了，这样能帮助更多的人。如果我没有被停止，我能救回的。请抱抱糟糕的我吧。九阿姨送来的时候，在回忆里
已经太晚了。雨水交代又落下，随便是泪还是雨吧。事情不应该是这样的。我一次又一次的提醒他，要注意柯大爷的口腔状况，可我从来没有想过要给他做检查。是我的问题。如果我但凡再细心一点，也许这一切就不会是现在这样。天才，你看着我，你看着我。没有人希望这样的事情会发生。蒋阿姨她是糖尿病合并颌下间隙感染，这样的并发症本来就很难去预防，再加上发展特别迅速，我们已经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做到了最好。光阴抚摸过时间，太阳闪耀如从前，以为抓得住一切。他怎么样？萎靡不振的，我从来都没有见过他像现在这样。那你真的相信新闻里说的吗？当然不信了。你要的原视频我找到了，那患者家属我们都认识。萌萌爸爸。牙齿与外伤断裂或脱落之后，应避免直接触碰牙根，或用卫生纸等物品包裹，应将其置于生理盐水或牛奶当中，或置于舌下，黄金30分钟之内可实现再治。小老板，这海螺怎么卖啊？唐毅姐姐，哎呦，唐毅姐姐，你今天不上班吗？那个帅哥哥怎么没来？你们两个吵架了吗？你怎么这么多问题啊？我要先回答你哪一个啊？你看，我给你带了什么？小熊。喜欢吗？喜欢。唐毅姐姐，你没来的这段时间，我每天都要好好刷牙的。真棒！我在裴喜哥哥的直播间学了好多口腔知识呢。我长大以后也要当医生，那样的话每天都可以见到唐毅姐姐啦。怎么这么棒啊？哦，对了，你眼睛恢复的怎么样？有没有不舒服啊？没有，我眼睛恢复的可好了。爸爸说我要一辈子记得给我捐献眼角膜的那个人。等我长大了，我也要帮助别人。哦，对了，宝贝，你能回答姐姐一个问题吗？当然可以啦。你跟爸爸去过平津吗？去过呀，我跟爸爸去进货。你看，我还摔掉了一颗牙呢，是一个医生哥哥把我送进医院的。那个医生哥哥可凶了，但是他的手又大又暖，跟唐毅姐姐一样。唐医生，您怎么来了？周师傅，爸爸，你看，这是唐毅姐姐送给我的礼物啊。唐医生，有什么话，我们去那边说吧。拿好碗啊！周师傅，这不是真相吧？
唐医生，我知道你是好人，我也知道你和江医生的关系，但你是你，他是他，你不用替他说好话。周师傅，我们都不相信他会做出这样的事情。如果中间有什么误会，我们可以解释清楚。但是流言蜚语真的会毁了他的职业生涯的。没有什么误会，你看到的就是事实。他为了先救那个有钱人，就把我女儿丢下了。凭什么？我女儿摔得那么惨，满脸都是血，一直喊着疼。我一次次的求他，可他呢？他就是个冷血无情的人渣，他不配做医生。可你知道吗？就是你口中的这个人渣，他20岁就拿起了手术刀，他是平津医院史上最年轻的主治医师，他可以24小时连轴转8台大型手术，他可以为了一个个素不相识的陌生人跟权威专家据理力争，就为了那1%的治愈可能。这样的人怎么可能会因为患者的身份而区别对待呢？我跟你道歉。当时确实是我的问题，后来你女儿的手术顺利完成，但是我态度不好，没跟你解释清楚，是我不好。张医生，隔壁这个是秦院的朋友，先来处理一下。生命体征平稳，就先做 CT， 头颈胸腹全扫。这里不是有医生吗？医生，快！病人正在清创，谁允许他拉开床帘的？我是你们秦院的朋友，我儿子现在伤得很重，我希望你们先给他检查。啊！好渴。头盔面罩内有血迹，面部全未见开放性创口，可能会有口内损伤。别摘头盔。血氧多少？血氧88。开启第3通道，准备手术。好。医生，是我女儿先来的，她内伤还没检查清楚，我……哎，干嘛？你接手清创。好的。快带过。我之所以先救那个人，是因为我当时判断你女儿的情况暂时比较稳定，而那个人如果不立刻手术，她的生命就会走到终点。我知道我现在不管说什么，都无法弥补当时你女儿受到的痛苦，但这就是真相。在医生的眼里，病人没有贫富贵贱，每个生命我们都尊重。其实是我对不起江医生你，我知道你也是个好人，我真不是要故意要害你的，我当时就是气不过我女儿遭了那么大的罪，我没想到事情会变成这样，我后来有想站出来替你解释的，可我看到那些捐款后，我实在是没有办法。我母亲躺在住这个监护室，一天就好几千，我女儿的眼睛又看不见，我实在是走投无路了。那些钱，我不该拿那些钱，我就不该拿，是我对不起你，周师傅，我没脸见你。快起来，周师傅！我哥查到了那条新闻的背后推手。先起来再说。你在感谢我没有把你做的事情说出去。周师傅，快起来！对不起你啊，蒋毅。随你吧，不重要。快起来！对不起你。
就打算这么离开了？不然呢？等着你这个胜利者来看我笑话。事情已经过去了，没有人会追究真相。你用不着拿你医学世家天之骄子的光环来施舍怜悯，我程培阳做过的事，我认。就因为唐一？或许吧。在你出现之前，我以为我会是那个能陪他走到最后的人，可现实就是这么冷酷无情。你轻而易举就可以取代了我的所有。他是一个独立的人，不是谁的附属品。他喜欢和谁在一起，那是他的选择。我们是公平竞争。公平？公平？公平吗？公平吗？你们这种人，生来就站在巅峰，享受着最好的资源，享受着所有人的仰望。而我呢，我拼尽全力，穷其所有，想要到达的终点，也不过才是你们的起点而已。你懂什么叫一无所有吗？你懂什么叫笨鸟先飞吗？你见过你爸妈凌晨3点佝偻着腰蹬个3轮在街边卖菜的身影吗？你看见过你兄弟姐妹低声下气厚着脸皮去借钱的时候的卑微吗？你经历过连续8年每天只睡3个小时，在宿舍里半夜也要蒙着被子打着手电看书的日子吗？你没有，你永远也不会懂，因为你生来就拥有一切。是，我承认，我嫉妒你。我嫉妒的要命，我没有家世，没有背景，没有人脉，我最难的时候连一桶泡面我都要分2顿吃。我努力奋斗了这么久，就是为了能够和过去的生活说再见，就是为了能够让所有我在的人都可以过得更好一点，就是为了能够在我喜欢的人面前能够更有底气一点。我有错吗？我有错吗？为什么？为什么就连这一点点的希望都不能留给我？我从来没有觉得你低人一等，我也没觉得我自己高人一等。甚至如果我处在你的位置，我可能做的还不如你。你什么都有，什么都不用愁，当然可以冠冕堂皇说这些漂亮话。你只看到我头顶上天之骄子的光环，但你看不到我背后小心翼翼过的每一天。就因为我父亲是江兆和，我从一出生就注定要继承他的衣钵。我没有你童年的无忧无虑，也没有选择自己兴趣的权利，甚至没有父母亲人兄弟姐妹的陪伴，我没有自己的时间。而我做的这一切，仅仅就是为了配得上江兆和儿子这个身份。我每一天都小心翼翼，兢兢业业，如履薄冰，我生怕有一点差错。如果出错的话，同事就会觉得我是靠关系，我走后门。你觉得我就不累吗？你觉得我就不会觉得压抑和痛苦吗？我选择不了自己的出身，但我知道我的未来该怎么走。我这么做，不是为了向谁证明自己，而是不想让自己遗憾。你呢？你这么多年的努力拼搏，就是为了超越我，
那比我优秀的人比比皆是啊。难道你以后的每一天都要活在和他们的比较当中，去超越他们每一个人？我不管你信不信，但我从来没有把你当做假想敌。我觉得每个人都有他自己的路，而我要做的就是比昨天的自己更好，就足够了。自己的路。当初我以为，只要我有满腔热血，就一定可以帮到更多人。可现实呢？现实是，哪怕我拼尽全力，也改变不了那些根深蒂固的偏见和歧视。我学了8年的专业，苦练了10几年的技术，到头来在别人面前，甚至不如机器3秒钟生成的方案有可信度。我这么样到底算什么？我什么都不是。如果每个人都跟你一样做逃兵的话，那我们这个行业还怎么发展？你觉得单凭我们俩就能改变这个行业的生态？不试试怎么知道呢？牙疼就是上火，那可不一定哦。饮食刺激、口腔卫生不良、心火、肝火旺盛、口腔感染都可能引发牙齿疼痛。如果牙齿疼痛持续不减或者症状加重，一定要及时就诊，切勿拖延，小病发展成大病。你还是不打算劝他去里昂吗？劝。我们这一行最重要的就是尊重患者的主诉。他想留下，自然有他自己的道理。10年前，我记得国内能做复杂口腔种植的医院屈指可数，那进口材料也是贵得吓人。但是现在呢，材料国产化了，价格也便宜了，老百姓也都能看得起牙了。我看着江天才面对那些患者露出真挚的笑容，这难道不比他收到里昂的邀请函更加有意义吗？不管你怎么说，我都不会放弃。我爱了他15年，就算你们2个在一起，我也不会坐以待毙的。其实你每一篇关于术后镇痛优化的论文，我都读过好几次。我当时就在想，你是如何把麻醉做得这么精准的？一个能让患者在清醒状态下无痛完成手术的麻醉师，那对于我们口腔外科来说，简直就是守护神了。你犯不着恭维我。没有，一点都没有恭维。我经常在想，我如果自己能用最新的技术帮助一个先天性牙缺的小朋友，让他重拾自信，重获笑容，能够不再自卑地捂着嘴笑，那我自己也会很自豪，很骄傲。希望我们都能成为各自领域里最亮的那束光。保重，林医生。如您所愿，满意了。
陈佩昂才刚走，你就迫不及待地推我上位，这不把我架在火上烤吗？以后我怎么做人啊？你小子，少得了便宜还卖乖。你以为我不知道那李昂的进修机会，是你让给人家陈医生的？为什么是综合科？颌面外科，否则免谈。年轻人，不要把平台当成能力，有才的人，在哪儿都是巅峰。知错能改，善莫大焉嘛。毕竟他在专业上也是个不可多得的人才。那你就那么能肯定，他回来以后不会再跟你争个你死我活？我愿意相信，相信的力量。夏医生，这个妇产病人来了。那你先忙，我随便逛逛。好的。来，让哥哥听一下啊。没事啊，只是肚子里面啊长个小虫虫，哥哥带你去消灭它。走。哦。江天才，明明就是做一个口腔探查，你为什么给我整那么痛啊？你的这颗智齿，就跟你这个人一样，长得又丑又歪又野蛮，那不使点劲儿怎么看得清啊？哈哈哈！明明就是你技术不过关。你别出去乱说啊，让别人听到，我这个副主任的脸往哪儿搁？哦，那你给我个封口费呀。牙疼就要冰敷啊！你张天才！我国口腔疾病的发病率逐年上升，而且越来越年轻化。这意味着什么呢？意味着我们口腔医生的任务越来越艰巨，责任越来越重大。我们不仅要提升我们的临床水平，更要加强宣传口腔健康的重要性。七月，你真决定去预考中心了？那儿的活可不比这儿轻松啊！我觉得宣传科普才适合我，我肯定要去。宣传科普才适合我，我肯定要去。别！像种植机器人、AI、数字医生这些高科技的应用，其实正在逐步改变我们传统的治疗方式，让医生的治疗更加精准高效的同时，也让患者的舒适度和满意度有所提高。我不仅可以精准分析患者口腔状况，提供个性化治疗方案，还能看脸猜心，判断他们的情绪和需求，给予他们最贴心的关怀。看，我们的小伙伴来了。我相信在不久的将来，各位可能都要拜我们兄弟为师了。真不愧是曾院培养的徒弟啊，真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呐。可我倒觉得，这机器虽然精密强大，但更宝贵的还得是我们人，是我们各位中国口腔医生，因为我们有着永远无法被替代的温度和同理心。有车祸伤员即将送达本院，请各位医生做好接诊准备。有车祸伤员即将送达本院，请各位医生做好接诊准备。有车祸伤员即将送达本院，请。
人们都行色匆匆，渺小的我该何去何从？就当我抬起头仰望天空，看见了一片晴空，低下头凝视深渊，看见了一点黑洞。所以说原来只有我自己能够去讲述，我也懂那一些伤人的总是有恃无恐，总有千万种面孔，要记得昨天的痛会成就今天的梦，而我终将成为冲破自由破茧的蛹，成为煽动翅膀山谷的风，我有属于自己的。截至2026年，我国注册口腔执业医师已突破35万人次，他们正奋斗在守护国民口腔健康的第一线，用专业与爱心努力让每一位患者重绽笑颜。在健康中国2030战略指引下，未来5年，中国口腔医疗行业将迎来更加广阔的发展空间，全民口腔健康管理的曙光已然可见。